智汉法师，诸位居士大德们，大家早，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《大智度论》持戒的故事。六波罗蜜之间应该要互相融合应用，所以能产生很大的福德及功用。我们之前讲过布施跟其他五度的关系关联，那今天要讲持戒与其他五度的关联。大智度论说，菩萨的持戒能够产生六波罗蜜，就叫做持戒波罗蜜。就是说，菩萨的持戒不是只有单一的持戒而已，它还能产生六波罗蜜。所以，菩萨持戒是能产生无量的利益跟功德。那何谓持戒能够产生戒律呢？什么是持戒能够产生戒律呢？因为持五戒而出家受沙弥戒，因为受了沙弥戒之后，又再受具足戒，因为得了具足戒之后，坐禅而证得禅定戒，因为得了禅定戒之后，继续修禅而证得无漏戒。这就是持戒而产生戒律。那当然，这个是比较针对出家人说的啦，但是简单的说，就是说一个人从开始发心受持五戒，有了五戒的基础之后，他不断的学习，不断的提升，不断的进步，然后再受其他的戒。所以在最后的时候，能够证得究竟解脱戒，这个就是叫持戒而产生戒律。这是持戒产生戒律。那什么是持戒能够产生布施呢？我们知道布施有三种，就是财施、法施、无畏施。财施、法施，法的布施，还有无畏施。持戒的人，他自我检点，他不侵占一切众生的财物，因为我们在五戒当中的第二条，不杀生就是不偷盗，第二个就是不偷盗，所以他不侵占一切众生的财物，那这个就叫做财施。众生见到持戒行者的所为，所以十分的仰慕，于是行者就为众生说法，使他们开悟。那这个行者又想，我应当要坚持禁戒，以便作为一切众生供养的福田，以使得诸众生都能够得到无量的福报。那这种种的情形就叫做法施。一切的众生都怕死，持戒的人不杀害众生，因为第一条就是不杀生，持戒的人不杀害任何的众生，所以这个就叫做无畏施。那菩萨心想，我应当要持戒，由于持戒的果报，我就可以当众生的转轮圣王，或是当阎浮提的国王，或是当天王。如此一来，就能够使诸众生不至于短缺钱财。然后我再坐在菩提树下，降伏魔王，破魔居，而成就无上的佛道。然后我再为诸众生说清净的佛法，使无量的众生得以度过老病死的大海。那这个就是由于持戒而产生布施波罗蜜。我们上面就讲了两个，就是持戒产生戒律，还有持戒能够产生布施
波罗蜜。那什么叫做持戒会生出忍辱呢？持戒的人心里想，我持戒，我受戒是要在心地上去持的，是要在内心下功夫，不是说只有在戒条或表面上下功夫。如果持戒而不能忍耐的话，那就会堕入地狱。就算能够不破戒，然而因为不能忍辱，所以还不免会堕入恶道。因此，怎么可以放纵愤怒的情绪而不自我克制呢？否则就会因为心不能忍而进入三恶道中。所以持戒的行者应当要勉强自己，勤力的修行忍辱才是。行者为了要使戒律的功德坚强、很坚定，所以应当要修行忍辱。原因何在呢？为什么呢？因为忍辱有很大的力量，能够使戒律牢固而不会动摇。行者又想，我现在已经出家了，当然这个是针对出家众来讲形体和世俗之人不同，因此怎么可以和世人一样放纵自己的心呢？应该要自我勉励，以忍辱来调伏心情。既然身口都已经能忍辱了，那心念也应该要忍。若是心不能忍的话，那身和口也一样是不能忍的。因此，行者应当要使身、口、意都能忍辱，以绝除愤怒的情绪。戒律简单的说，有8万种之多。若是仔细说的话呢，则有无量无边。而我如何能够持尽所有的戒法呢？所以只要能忍辱，所有的戒律就都具足了。这里讲一个譬喻说，譬如有人得罪了国王，那国王就把这个罪人呢放在刀车上，就是车子里面放满了那个刀。那刀车的前后左右及上下等6边都放满了尖利的刀。那因为空间很小，所以当这个刀车在路上行走的时候，他们也不一定会选好的路走。那所以这个罪人如果能够注意他的身体，不让尖利的刀伤到，那么他就能够杀而不死，就是国王想杀你，但是你不会死掉的。那持戒的人也是如此。戒律好比是利刀，忍辱就是保持身体的平衡。如果忍辱的心不坚固的话，那戒律就会伤到人。一般来说，刚开始持戒的人呢，心态会比较硬，会缺乏弹性，可以说算是一种硬的实力。所以如果没有修忍辱的话呢，心不能柔软，就容易自以为是，只有我在持戒，这些凡夫众生都不持戒，所以就容易伤害到周边的人。那又譬如老年人晚上走路，如果没有手杖的话，没有一个扶手的话，那就容易跌倒。而忍辱就是戒律的手杖，能扶助修行人走在正道上。纵使得福乐的因缘，也不会动摇持戒之心。那以上种种的譬喻，就叫做持戒能出生忍辱波罗蜜。
那什么是持戒能出生精进呢？持戒的人去除放逸的行为，很努力的、很勤力的修习无上的佛法，舍弃世间的快乐而进入善道，一心一意求取涅槃与度脱一切众生。由于他发大心，不懈怠，只为求得佛道，所以这个就叫做持戒能出生精进。持戒的人厌恶世间老病死的痛苦，一心精进，一定要求得解脱，同时也度脱别人。那这里举一个很有趣的例子，就是譬如野干。野干是一种动物，类似像狐狸一样，它在树林中跟随狮子、老虎、豹子，跟它们一起，随着它们吃剩下来的残肉，以求活命。那有时候没有吃的时候，没有东西吃的时候，这个野干呢，它就半夜会进入城市的屋宅，就是会进入民宅里面。那结果也没有找到肉，于是就在隐秘处就不小心就睡着了。那他醒来的时候呢，他发现哇，天已经大亮了，所以他吓得不知如何是好。他想说，现在如果走出去的话，那肯定会被发现，一定会被杀死的。那如果不走的话呢，他也很担心、很害怕，会受到死亡的痛苦。于是呢，他就决定，他要躺在地上装死，要炸死，欺诈死亡，就是要炸死、装死。那众人后来就发现了这只野干，然后看到了它之后，想说是一只死的野干，所以就有一个人就说啊，我要这头野干的耳朵。于是呢，就把野干的耳朵割去了。那这野干呢，在心里就想，哎呀，被割掉耳朵虽然很痛，但是只要身体仍在就好了，还好身体还在就好了，被割掉耳朵啦没关系，忍耐一下。那接着又有了一个人说，我要野干的尾巴，于是就把野干的尾巴割去了。那野干这时候心里想，割掉尾巴虽然很痛，不过还是小事情啊，命还在，还好没有关系。那接着又有另外一个人说，我要野干的牙齿。哇，这时候野干心里就开始不安了。他心里想，要拿我身上器官的人越来越多，这个要割我的耳朵，割我的尾巴。那现在有一个人要割我的，要拿掉我的牙齿。那如果有人要拿我的头的话呢？那我岂不是死路一条了吗？那于是他就从地上跳起来，用尽他的智慧跟力气，奋勇突围，终于得以脱逃，就逃出去了。那行者心里想，脱逃生死的苦难也是如此的，也是像这只野干一样的。当年纪老的时候，还会给自己宽限，不能很决断的勇猛精进，想说，死离老了还有10年、20年的时间。那当我们生病的时候也是如此，认为会有病好的时候，不是病了就会死的，病还会好的时候会好的，还不会死的，所以也不能下定决心修行。那在最后，当死亡来临的时候，知道再也没有后路了，这时候就能够自我勉励，下定决心精进修行，以从死亡的地步转到涅槃的境界。当然，希望诸位行者，不要等到死亡最后一刻了哦，我们趁年轻的时候，趁还健康的时候，要尽快的好好的修行。所以没有深刻的体会到死亡的危险，没有感受生命在呼吸间，没有觉醒生命的无常，
像网课警钟记说的，生命就像少水鱼，只有一点点水的鱼，哪有什么快乐可言呢？如果没有这些体悟呢，那肯定不会下决心精进修行的。就像我们一样，我们修行的话是有气无力、软趴趴的，总是想有空再来修，有时间还是等年纪比较大的时候再来修。或许呢，没有机会了。所以持戒之法，好比有人在抓贼，对着贼要射箭，那他首先就要站在平坦的地上，地上平坦，心才能够安，心安之后，弓才能够拉得满，弓拉得满，箭才能够射得深，射得远。那戒律好比是平地，禅定好比是弓，拉满好比是精进，剑好比是智慧，盗贼好比是无明。如果行者能够如此尽力精进的话，一定能够得到而度众生。持戒的人能够以精进来自我控制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的五情，也可以说是五根而不受色声香味触的五欲诱惑。如果心散乱的话，能够把心摄受抓回来，这就是由于持戒而能够守护六根。守护六根的话，就能够产生禅定，有了禅定就能生出智慧来，有了智慧就能够成就佛道。那这个就是由于持戒，因为持戒的关系，所以能够产生精进波罗蜜。那以上就是今天跟大家的分享。那总之，持戒能生戒律，能生布施，能生安忍、忍辱，能生精进。可见持戒波罗蜜与其他波罗蜜的关系是非常密切、非常重要的，它们是相辅相成的。那我们下个星期会继续讲持戒与禅定及智慧的关系。让我们用心的学习菩萨持戒波罗蜜的精神。阿弥陀佛。